最近，随着美军机密情报的泄露，一些俄乌战场上的秘密也被公之于众。其中最让人震惊的，莫过于俄军的特种部队即将损失殆尽这一消息。那么这件事情是真的吗？俄罗斯又是如何将这些特种部队消耗干净的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华盛顿邮报援引五角大楼军事专家以及泄密文件中的卫星图片宣称，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初期就损失了绝大部分的特种部队，这使得俄军几乎完全被剥夺了特种作战能力。五角大楼评估认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俄军至少要10年才能重建这些特种部队。在刚听到这一消息时呢，大兵还是十分震惊的，但是结合战场状况仔细一想，这消息还是相当可信。俄罗斯的各特战旅虽然在专业程度上不及西方同行，但仍然是超脱于普通步兵的高级单位，在换装优先度上甚至是优于同为高级兵种的空降兵。但是身为俄罗斯王牌部队，其任务自然也十分艰巨。比如在俄乌开战初期，针对泽连斯基的斩首行动中就有他们的身影，但是最终没能成功。到了去年4到6月间，也不断传出有消息，俄军特战旅活跃在基辅和切尔尼戈夫附近，为俄军的远距离打击进行标记和引导作业。到这个时候呢，俄特种部队的画风还算正常。但随着战局的僵持，导致俄军在乌的基础作战部队消耗过大，这就导致了那些前线步兵数量短缺。为了维持进攻强度，俄军被迫将这些特战旅当成是普通步兵塞进了步兵战车里冲锋，使其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毕竟俄罗斯一年军费也就那么多，却还要养着100万军队，其义务兵的军事素养是可想而知的，只能可劲儿地薅特种部队救火。美国官员评估，俄罗斯指挥官有些过度依赖特种部队了，导致这类部队已经被列为前线步兵编制。同时，美国情报调查结果专家还发现，莫斯科去年发动战争时渴望势如破竹，而且怀疑传统步兵单位作战实力的俄国高阶指挥官不顾传统，命令精锐部队如空降部队、海军陆战队和特种部队直接投入战役。但是他想不到的是，俄罗斯部队在一开始就因为各种原因被迅速削弱，这也导致了俄国使用秘密战术部队支持传统作战行动的能力严重受限。其实俄指挥官的这种举措在某些时期还是能起到正面效果的，比如一些区域的反击和撤退行动，这些精锐单位就起到了很好的稳定军心的作用。但长久来看呢，这仍然是一场军事灾难，因为过快的消耗速度超出了这些单位的伤亡承受能力，导致了内部战斗经验的丧失。如果单一特战士兵的训练需要4年的话，重建这些特战单位的时间就可能要10年之久。在泄露的文件中有这么一组图片，显示了俄军第22特战旅的驻地变化。前面一张卫星图片拍摄于2021年11月，入侵开始前几个月，驻地里停满了各种作战车辆，显示部队呢处于较好的满员状态。后一张拍摄于该部队于1年后回国时，驻地内的车辆还不到之前的一半，显示此时的22旅处于极端的损耗状态。这些文件中没有指出估计有多少特种部队士兵在乌克兰阵亡或者受伤，但是这些资料援引截获的情报评估，俄第346旅几乎全军覆没，部署的900人中呢，只剩125人活跃。另外，这些活着回国的特种部队的武器装备也比部署前减少了超过一半。第22特战旅以及另外2个特种部队旅减员率估计在90%到95%之间。文件称，严重的人员和设备损失可以解释为何没有他们返回驻地的明确情报迹象。另外呢，还有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呢，就是咱们前几期聊过的155海军步兵旅。在这几乎被全歼的部队中，还有俄罗斯的第14特战旅的成员，而这次失败呢，也导致了谢尔盖·波利亚科夫上校被乌军击毙，该旅自身的伤亡也非常惨重。一名在弗勒达服役的士兵表示，虽然他无法确认他的部队面对的是特种部队，但这很可能是真的，因为他们携带了先进的防弹衣以及高端夜视仪和热光学仪器，而这些敌军通常是以小单位行动执行传统的侦察和步兵任务。以上种种案例无不透露着俄特种部队的损失惨重，这也让人产生疑惑，为什么曾经世界闻名的俄罗斯特种部队到了乌克兰就不灵了？
对于特种部队，我们从常规的影视剧中都会认为他们是百战精锐，但本质上来看呢，特种部队再精锐也仅仅是轻装部队。即便是他们还能呼叫后方的重火力打击，但是其主要使用武器仍然是步枪和火箭筒，而且往往是不会超过30人组成小队。这样的火力配置和密度，就算再强也是有限的。比如美军在上世纪90年代的黑鹰坠落事件，世界最强的三角洲特种部队的士兵依然是倒在了索马里民兵的火力下。因此在战争中，特种部队的作战还是需要后方大兵团来配合的。在苏联军事理论体系中呢，特种部队的前身是作为精锐小队单独行动的，执行高危任务的侦察兵。之所以形成这种旧格局，还是源于苏联的特种作战雏形始于苏俄战场。虽然呢，以机械化部队为核心的大会战是战场上永恒的主角，但出生入死的侦察兵和散落在沦陷区的敌后游击队，也同样能为战争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直到现在，这影响的存留对俄罗斯依旧很大，甚至俄军现在的老将军们还是愿意将那些全面西化的特战队员称之为侦察兵小伙子们。现在的俄罗斯特种旅属于一种精锐步兵部队，下属有各个特战连、警卫排、通信分队、布雷分队、工程兵分队、医疗分队等，全员进行战斗训练，主要包括伞降、搜寻重要目标，并且发动突然袭击，在居民点作战、攻占楼房，为炮兵和航空兵引导火力等。所有成员都必须是合同兵，军官全部来自军校。他们的装备呢，主要是虎式装甲车、台风 K 装甲运兵车和16-4无人机以及 AK-12突击步枪。同时呢，在部队配置上，俄军还优先向特种部队提供信息化、智能化的武器装备。比如说最先进的百夫长单兵作战系统，还有可以在复杂场景下识别、跟踪目标先进智能化遥控武器站，具备全天候独立探测和识别能力的道尔 M2 防空导弹系统。如果将其单放在某个低烈度的战场，这些部队呢，无疑能发挥出很大的效果。齐装满员、训练有素的特战旅能够完成敌后渗透、专业侦察、目标校正等战术行动，为俄军的地面攻势作战带来直接或者间接的优势。正如他们去年年初到年中在基辅和扎波罗热以西所做的那样。但是打到现在，俄乌双方已经演变成了数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对决的全面战争。前线士兵短缺的俄罗斯，即便是发起了部分动员，但却仍需要时间来准备。这些劣势带来的后果已经在战场上显示出来了，使得那些被重创的特战旅被迫填入了大量新兵来弥补损失，使得他们的战术训练不足以完成这些专业任务。很明显，特种部队是一种有限资源，不容易补充。不知道俄罗斯的指挥官们是否已经从乌克兰发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训了。除此之外呢，同样是属于高级兵种的空降兵也是类似局面。在一开始突袭安东诺夫机场的时候呢，俄军空降兵的战术还是可以的，但是战术衔接和后期战斗的突发处理上出现了重大失误，导致后勤补给出现问题。31旅6连200空降兵夺取机场，是为俄机降76师扫清道路的。因为激战程度超过预期了，导致机场部分跑道被毁，机降76师被迫返回，大大影响了夺取机场运送装甲部队的计划。这使得俄6连只好暂时放弃了机场，转移他处固守待援，最终导致失败。但是后续呢，俄罗斯对空降兵的使用方法却是越来越疑惑。到了3月2号，俄政府再度向哈尔科夫市区派出了伞兵，而尴尬的是，那会儿的哈尔科夫前几天刚进行了争夺战，下边的每一寸土地都被乌克兰军的枪口盯着的，再加上哈尔科夫市区建筑林立，几乎没有扔重装备伞降的地方，这些没有重型装备的伞兵下场那是可想而知啊。不得不说，这用法挺苏式的。空降兵这玩意儿说到底还是轻步兵，落地面对装甲车辆那就是难打。虽然俄罗斯的空降兵属于机械化轻步兵，但呢也是轻步兵，重装备并不是那么好空降的。毕竟空降兵它是不会飞的坦克师，俄罗斯要是有2个会飞的坦克师，乌军呢在安东诺夫机场那围着 VDV 打的1个半旅，弄不好就得被反过来被吃掉。而除了普通士兵之外呢，俄罗斯军官也出现了大量阵亡事件。
先是在去年的3月3号，俄第41集团军副司令、空降兵出身的苏霍维茨基少将在当天遭狙击手狙击身亡。其次呢，在3月6号，隶属于41集团军建制的第27近卫空中突击团团长齐泽夫斯基上校也在战斗中身亡。这种在短时间内接连有高级将领阵亡，并且全部都出自空降兵部队的情况，即便在当年血腥的车臣战争中也非常少见。这也让人不得不开始思考空降兵在现代战争中面临的挑战，或者说是如何使用的问题。现代战争中的空降兵，从表面上看，伞兵部队的确存在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呢，现代战争趋于透明化，伞兵想要在敌后完成奇袭非常困难。另一方面呢，伞兵因为要适合空投作战，其装备的防护水平差，火力差，可持续作战能力差，甚至还不如二流的轻装机步师。那么在现代战争中，伞兵真的无法发挥大作用了吗？大兵对此抱否定态度。毕竟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让空降兵发挥作用的关键就是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空降兵负责在敌后夺占要点、破袭等作战任务，但是必须能获得其他兵力的支持，包括空中火力支援、后方的精确打击火力支援、其他作战方向上的战略、战役牵制等等。一支数字化的空降兵不但可以成为攻击敌后方目标的信息侦察节点，也能成为彻底打乱敌方的作战部署做出贡献。而这里面最关键的就是空降兵的信息化、数字化的跨兵种协同作战能力。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空降兵都是花重金培养出来的精锐作战力量。美国和俄罗斯一样，都有规模庞大的空降部队。相比而言呢，俄罗斯把空降兵当成普通的步兵使，更多的时间呢是在单打独斗，或者是独当一面，甚至是在前线进行鏖战和消耗，这个代价就有点太大了。大家认为在现代战争中，空降兵或者特种部队该如何使用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